大家好，旭大事非同凡响，我是童文勋。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三个题目。这三个题目呢，其实都蛮有趣的。我觉得整个伊隆马斯克跟川普的合作，充满了以前川普的那种实境秀的那种味道。不但把法律给兼顾了，把国家的财政守住了，然后呢，还让大家充满了娱乐感。然后又得到好像正义被实现了，那种一口怨气被舒张的那种感觉哈，这真的是非常有趣。所以三个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我今天问了很多朋友，我今天化妆哈，就是因为谁化的呢？如果长期以来看我们的节目就知道说，这个妆呢，就是我之前的书画师书画老师哈，莫林他帮我画的。那莫林其实也是大 S，他之前在拍戏剧的时候，他是他的化妆师，所以我今天也跟他聊了聊大 S 哦。那这是他化的妆哈，他在头发啦、梳化上面真的是很有他的功力在，非常仔细。好，那我也问他，我说，如果今天伊隆马斯克要去查美国财政部的金条，然后实境秀盘点，你要不要看？结果我们在化妆室的所有的人呢，都说要看要看，所以呢会万人空巷，真的会万人空巷，每个人都想看，太好看了，对不对？50年没有被盘点过的金条，然后不要搞错了，你不要把美国财政部的金条跟美国联准会所保管那些金条搞在一起，搞混了哈。我们待会会来讲两个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 Doge 抓出来的这个确实的数字，然后也已经公布了哈，Doge 公布了，伊隆马斯克也有转发。原来美国啊是全球的人瑞国，它的人瑞有多少呢？100岁以上的人啊，现在还活着的，在他们的数字上面来看，有多少人啊？以数以百万计，数百万，然后甚至还有300岁以上的人，好，150岁以上的人，那都不计其数啊！还有一个人是360几岁，还有一个是240几岁的，那150岁以上的人竟然有134万5083人哈！这个数字到底怎么来的？我们今天也会来跟大家做一个破解。但是这几个题目都很有趣，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Grok 3，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AI 呢，第三代 Grok 3，今天呢宣布上线，然后赶快去玩一玩哈，好不好玩？好玩啊！它不但速度变快了，而且它更人性了。我现在开始感觉到，因为上一代 Grok 2啊，我觉得他抓来的题目、抓来的东西呢，比较没有情感。他现在很有技巧，把一些情感已经融入在里面，所以你开始觉得你真的是在跟一个硕士毕业生在对话。你请他去抓资料，他把资料抓过来，然后速度更快，内容更丰富，然后更精准。他甚至会去揣测哦，就是说你用什么语言文字来问他，你上一题问他什么，你这一题问什么，所以他假设你是要问什么，于是他就给你他推断出来的答案。他开始会真的跟你互动了，这种感觉充满了乐趣。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些人会沉迷于跟 Grok 3聊天，光是聊天就可以聊出太多事情了。我们真的不用再去看这一些，每一天追这些新闻，我们只要看到一个新闻的线索，然后直接去问 Grok 就会把所有东西巨细靡遗的你叫他条列式，就是说告诉我这件事情的三大重点，他就给你三大重点。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第一个要开一个 X 账户，然后应该要是一个付费的账户，所以你就可以免费的使用 Grok 3，非常有效哈。好，一个月不过就是$10嘛哈，这$10大家都付得起啊。可是呢，却让你的讯息不会闭锁，你真的不需要去问别人了，也不需要坐在那边等。那以后包括这些政论节目都只剩下什么效果呢？可能是娱乐的效果，所以大家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娱乐大家谁讲得好，
谁讲的有趣，谁会说新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发展哈，那挺有趣的哈。所以你可以去问他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那看他分析是什么。OK， 好，所以这3个问题我们要先讲哪一个？大家想要先听金条呢，还是任瑞国呢？好，还是 Greg 的一些分析？我们先来看金条哈，我觉得金条最有趣了，因为呢，那不是大家的钱，不是你的钱，也不是我的钱，可是呢，他实在是，如果他真的用实境秀把他这个演出来的话，那太有现场感，对不对？好，那他到底能不能看，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嘛。那到底能不能去看这些金条？其实我们昨天关于 Doge 打赢的官司，伊隆马斯克可以多看3个部会，然后就财政部的账目，他现在可以看。他们法官给他开的限制是说，你可以 read， 你可以读，但是你不可以去改，你也不可以去动那些数字。那他本来就是要读而已啊，他没有去动那个数字啊。那所以他能不能去看金条呢？当然可以看嘛，因为美国是3权分立，立法当然没有问题啊，就是国会啊，司法也没有问题啊，从最高法院到各级的法院，对不对？然后呢，行政，所以行政最高长官是谁？就是总统。总统什么都可以看，总统什么都可以做，总统甚至可以下令杀人而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所以有一个极大化的一个说法是说，美国的总统在总统的这个位置上面呢，他可以不负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尤其是行使他职权上的所有的事项。因此，川普只要是涉及跟联邦相关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在上一届，在这一届，他是不负担任何的刑事责任的。那如果是在州法的部分呢，可能还有几个案子还会追着他，但是联邦的部分其实完全被撤案了嘛，就是最高法院最近也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好，所以呢，可不可以看这些金条？我相信是可以的，但是他要看的是什么金条呢？我现在看有一些媒体说的不对哈，不太对，有点混淆了，联准会以及美国的财政部。美国的财政部是财政部，美国的联准会是联准会哈。联准会是联邦准备系统，简称为联准会。美国财政部的金库呢，金储呢，它是放在哪里？它是放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诺克斯堡，在诺克斯堡，还有一部分是放在别的地方。那这个是属于财政部保管的，这个是美国的金库，美国人的钱。虽然说现在已经不是金本位了，但是你可以发行货币。你觉得这个国家，你有发行货币，以及你去借款、举债，你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关键就是因为你有金条啊，你有黄金的储备啊。那这个黄金储备已经50年没有被盘点过，那为什么不盘点呢？据说是因为这些国会议员有说过要去看呢，我都可以进入非常机密的国防的军事的重地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去看这些黄金？那他就是不给你看，不给你看就是不给你看。那至于联准会呢？联准会啊，确实有一些各个国家有一些金条呢是放在联准会的，在哪里呢？就在纽约的那个地下的碉堡。那这个总共有多少啊？据说应该是有6000，大概6000吨吧。好这些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联总会保管的这一些呢，其实大部分是外国政府跟国际组织的黄金。那如果这些外国政府跟国际组织有交易的话，比如说英国跟德国有一些交易，他们有一些零头要找补，他们就从这个房间英国的黄金移动到德国的房间，反之亦然，会在这个地下碉堡里面移动。那这个部分因为是联准会托管的，所以呢，像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曾经跑到美国的时候，就是说，我想要看看我们的黄金在不在。那可以，他可以打开金库，让他去看德国的黄金在哪里。你看啊，就在这里啊，没有人会去搬动它，因为那一个金条哈，金块哈，几乎以人力，即使是大力士，很难徒手一个人可以拿起一块金条，是拿不起来的，是拿不起来的。双手可能可以，但是单手徒手是拿不起来，非常的重。好，那可是最近有一个传闻呢，就是国际有一些人要把一些金块啊，从英国怎么样实体的金条哦，要运到美国来。那你为什么要搬运这些金条？没有道理嘛。我们现在不都是用这个，在你的存折里面有黄金存折，实体上你也不可以用黄金存折去领出来实体的黄金，就用黄金存折做一些虚拟的交易。这还有人在提领现金吗？就是把黄金提来提去吗？还是因为他们现在害怕伊隆马斯克跟川普要查这些金条，所以现在有人在移动这些金条，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打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号。但是这个部分到目前还没有答案哈。好，那所以马斯克所提到他要盘点的金条究竟在哪里呢？这个是在我们刚说的，好，在诺克斯堡。诺克斯堡这个黄金的储备哈，大概有多少盎司啊？大概有1.473亿盎司，所以大概就是4581吨，4581吨的黄金，这个几乎跟世界各国存在纽约的这个联准会啊的大概6000吨的这个黄金啊，这个数量快要差不多。所以美国财政部的黄金事实上是非常多的哈，总共有4581吨，好，这个黄金。然后它这个价值大概是多少呢？现在大概是以目前的市场价格啊，大概是4250亿美金。说实话，以现在伊隆马斯克他们盘查的联邦政府所浪费的钱，这笔钱也不算什么钱嘛，也没有太多钱，就是黄金而已啊。那这些黄金呢，就是属于美国财政部所有，不是联准会哈，不是联准会那几个银行凑起来的哈，这是真的是财政部所有的。然后他会铸币，他会铸造一些钱币呀。那有一些钱币可能实际上它的含金量比它的币值还要高，那可能这种币呢就不应该再继续铸币。否则的话，市场上可能会有人去收集这些货币，然后把它重新熔铸之后，再做其他的用途嘛。因为提炼也不是太难。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哈。因此呢，现在伊隆马斯克一再的问大家，就是说，嘿，我来盘查这个诺克斯堡的这个金条，你们大家觉得好不好？哇，一堆人非常的兴奋，一堆人非常的兴奋，想看啊。那这些钱跟我们无关啊，我们也想看啊，这个一定非常的精彩，对不对？你看看你要盘查哈，那一定是金山银山啊，那真的是金库啊，金山银山啊，你要盘查4000多吨啊，4000多吨哎，如果说一个站板是1吨的话，那它有4000多个站板，一个站板哈，1吨的话，那个它有4000多个站板，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量。实际的盘点，大家现在可以猜一猜啊。大家认为会短缺的，请加1；认为不会有短缺的哈，请加2。那我们就可以考验一下啊，美国财政部到底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好，包括其实很多人会好奇，就是台湾的黄金储备到底是什么状况哈？那其实，在不同的总统任内，也有一些总统自己也很好奇，所以也去看了我们这些黄金的储备。因为台币的发行也不是金准会嘛，也不是银准会。所以我们这些黄金的储备确实还在，但是已经跟我们的货币的发行已经脱钩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真的觉得蛮 juicy 的哈，这个充满了川普的浓浓的川普的实境秀的味道，竟然要那个实境秀啊，要直播他怎么去盘点盘查这些金条哈，这个
充满了娱乐性哈。所以当大家在觉得说，那你继续查吧，那也有人去抗议川普。尤其昨天呢，是在美国是总统日，本来各地呢就是在庆祝总统节嘛，是总统日啊，但是有很多人就集结去抗议啊。照理说是放假了嘛，那很多人就集结抗议，要抗议川普。我就不知道你要抗议川普什么？川普现在上任呢，到现在还没有满1个月哦，还没有满1个月哦，才3个多礼拜。他做的哪一件事情是不利于美国的？都嘛是利国利民大好事。那你还要抗议？真的不知道你要抗议什么？你抗议他删减联邦预算吗？没有道理。他帮大家省钱呢、那是完全没有道理啊！那你抗议他去查你的 Social Security 这些钱，有的人退休金马上乱花掉了，根本没有这些人，这些钱到底哪去了？这个数字完全对不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哈，就是现在他们斗局查出来这个数字哈，真的非常的惊人。然后伊隆马斯克当然他很喜欢消遣别人嘛哈，他就消遣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好像这个吸血鬼这个暮光之城的故事啊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是真实存在呢？因为有很多的吸血鬼啊在领这个社会这个救助金。在领这个社会救助金，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哈，这个数字来自Doge哈，那伊隆马斯克他也有推这个文，他先看他的中英翻译啊，他怎么说这段话哈？他说根据社会安全资料库，这些死亡栏位就是不是死的，就是活人哈。每个年龄层的人数大概是如下。那根据这个数字看起来暮光之城是确实存在，而且只存在美国。好，有很多吸血鬼在领取社会安全金，那他就弄了那种哭笑的脸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年龄跟他的数字，0到9岁呢有3900万人，差不多这样的数字哈。10到19岁呢有4430万人。然后接下来是20岁、30岁，一直到它的比例最高的是30到39岁，所以它的人口中位数还算不是非常的老龄化啊，台湾就比较严重哈。然后一直到它的80岁、90岁的时候，不得了，这个美国的人口才多少人啊？它的90岁以上的人口竟然还有600万人哦，然后100岁以上，这已经是人瑞了。竟然有473万人，这真的是匪夷所思啊！然后到110岁的时候呢，还有362万人；120岁有347万人；130岁有393万人；140有354万；150还有很多人哦，134万人。然后160岁有12万人；170岁。有6000人，这完全违背常识哈。那年纪最大的人是谁呢？360岁，有1个人。然后比他小一点的是240岁到249岁，还有1个人。这为什么从来没有去盘查他呢？因为每一个管社会安全的发这个救助金的社会安全金的。这个单位他所管的人有限嘛，分配人有限嘛，那你应该要每一年都要去盘查人是不是死掉啦，你甚至应该要去在户口普查的时候，你应该要人都要去拜访啊。既然是人瑞，更应该要去拜访啊，然后应该要带着媒体去看啊，不是吗？好，那所以所有统计出来的人是多少呢？这个上面的这个表格所统计出来的数字总共有3亿9490人，可是美国的人口总共是3亿3490万人，那这中间有334万人的差别，这个差异是从哪来的？就很诡异，对不对？就上面那个数字统计出来之后，
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有社会安全号码的，不代表他是美国人民哦。那总共这中间有334万的差异哦。那我想是这样子哈，因为呢，我说过了，像我不是美国人，我也没有绿卡，好，我就是只是因为去念书的时候我需要开车，因为念书的时候我在加州念书，那不开车是没有办法去上学的，所以我必须要开车。那开车呢，为了你要投保保险，才会避免你会变成社会的不确定的一个危险的因子嘛，你必须要有保险才能开车，所以你就必须要有社会安全号码。所以在考驾照之前，就要去先申请一个社会安全号码。那当然要拿着你在学校的这些证件，然后理由是什么？你要考驾照，所以就给了你一个社会安全号码。那我从来没有拿过任何社会福利哈，那个因为我们不是人家的国民，我们没有纳税，我们不应该去拿任何社会福利，甚至我感冒打任何一针都是我自己要付钱的。好，那我们去申请了驾照之后，等到我结束我的课业回来之后，我仍然还有一个社会安全号码，所以我应该也被算进去。刚才他有一个3亿9千多万人口的其中一员，但是我从来没有领过任何的美国任何的政府任何1毛钱，所以以我为例的话，我相信这个300多万人这个差距是这么来的，不是美国公民，也没有去领你的社会救济，只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那这些留学生甚至他只是去工作一段时间，长期或短期都没有关系，他仍然有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他可能有短期的缴税，可是他并没有去领你的社会安全金啊，他也没有一个 account 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数字差额，我相信跟公民的差距，这个差距是这么来的哈。那可是你标示有领钱的人，还继续在领社会安全金的人，如果这些年龄层的人每个人都领到的话，那这是一个多大的坑洞，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只有看到 X 平台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是主流媒体有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没有。主流媒体呢，还在哭着喊着在谈前天的事情呢。好 ，Vance 在慕尼黑的那场演讲，给慕尼黑给欧洲的这些政客洗脸，说你们侵犯了言论自由。你侵犯言论自由，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长期以来带你成立北约的当时，我们是因为有共享了共同的价值的理念，所以我们才一起来在北约的事情上合作。那如果你今天已经跟我们走得越来越远，你跟集权的俄罗斯跟中共走得越来越近的话，你的思维决定你是谁。那你们还是我们的盟友吗？就这个东西，美国的媒体还继续在炒这个话题。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是新闻中心，而是旧闻中心了。就是 X 平台已经跨到哪里去了，结果你完全没赶上。这个我想会造成现在的主流媒体会有很深的一个焦虑感，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已经被社群平台已经甩到后面去了。从他们的点击率、他们的观众跟他的互动，以及他的观众的属性，会变得是那种没有办法、比较没有能力去搜寻真正的有用的、有益于他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一群人。这被落后的人呢，才会去看主流媒体，那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落差，所以它的讯息的落差跟速度的落差会越来越快。再加上我刚刚讲了 Grok 3已经正式公开了，那我试了几个问题，问他几个问题，我都觉得非常的精准，而且速度更快，然后感觉你就真的是在跟一个研究生在讨论事情，你派工作给他做，然后他很快的1秒就回答你，然后你看着他把这些回答的东西把它演算出来，再来在中英翻译上面也再也没有任何的障碍了，他的翻译也非常的精准。
好，所以现在我们做完节目之后，很快的可以做这个有关于字幕中英的字幕的上传，还是有很多的错误。我们不太去更改它我们就是想要试试看，就是说现在到底 AI 以及语音翻译到底可以进步到什么程度？好，那可是因为Grok 3呢，它并没有提供这种影音的即时的翻译，如果有的话，我也愿意去买，因为它非常的正确。可是现在没有，我们只能用现在已经有的一些 App， 利用它们来弥补一些人力的不足我也不太希望花人力，或是请一个人来，他的工作就是在上字幕，这太浪费生命了，真的没有必要。可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工作的环境，或者是说他不是讲普通话，他不是讲我们台湾人说的国语，可是他也想看我们的内容，这个时候就需要字幕的协助这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就尽量做，可是尽量利用现成的一些科技，而不是利用大部分的人非常宝贵的时间还有眼力我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上头。好，所以今天就这3件事情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来谈这件事情，也因为我觉得有 AI 的协助，我们可以很快的把一件事情的什么是正确的，就是现在伊隆马斯克所要查的这个金条，他去盘点的金条是什么？他盘点的金条不是联准会的金条，不是在纽约的地下城的这个金条，他要盘点的是财政部存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在这个诺斯克这个地方的这个金条，他可以看。那联准会的金条可不可以看呢？因为它是托管别人的金条这个金条如果不见的话，是各国跟联准会的关系那这没有伊隆马斯克什么事情，他不需要去管联准会的金条然后再来就是美国现在变成人瑞大国，真的让人哈哈大笑怎么会有人尸位素餐到这种程度？你领了薪水不可以当薪水小偷你就应该要把工作做好你没有把工作做好，你竟然让纳税义务人的钱就这样白花花的，就像打水漂把它打出去了，那到底谁拿了这些钱？这也是诈欺你明明家里的人已经死掉了，那有人继续发支票给你，就继续把它兑现然后银行的系统也出问题啦，你不需要3不5时的跟大家对一对你的身份证吗？然后人已经死了，这个死亡的通报系统不应该跟银行跟你的不动产的所有权，跟你的股票这些东西应该要串联在一起嘛？那可是就是因为美国有这个隐私保护的这样一个法律，所以它不准各部会把这些资讯全部串联在一起，就是保护隐私权。可是保护隐私权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各部会可以看到资料，可是因为串联不起来，因此呢，这中间常常就会有一些漏洞。那这些漏洞呢，我相信在这一次川普的这个任内的，根本就是在第1个月，他就要把这个漏洞补起来了。你把财政的漏洞补起来之后，那这个国家的财务、财政才有可能正常，你才有可能抑制通膨，你才有可能解决这个堆积成山的36兆美元的债务。那我们可以想见的，在未来的几年，在川普的执政以及接替川普的人，接着这样的一个斗局继续往前推进的话，美国的国债没有几年可能就还光光了。然后他更富强、更康乐，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就不会被这一些集权所制掣了。这个都是好消息，都是好事，而且还充满了趣味性，充满了乐趣，充满了这个非常的 drama 非常有戏剧感这种实境秀的这种味道。所以等到他这个要去开这个金库查金条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万人空巷，那一天一定所有人都要开直播，太有趣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快的30分我们就已经把今天要谈的3个主题谈好了，所以我们就来聊聊天吧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
真的就让我下课啊，不是让大家下课，是让我下课喽。来看，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就让我下课。谢谢大家的鼓励哈。今天就是因为莫林帮我化妆，所以跟平常不一样。对，不是天天过年哈，大家不要期待我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力气来这个盛装出席哈。好，那其实斗举啊，他们现在找到的东西非常的多，而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他们有人出过这样一本书，然后我也在 X 上面看到哈，就是曾经有人出了这样一本书哦，他呢说国际开发署啊，美国国际开发署啊，他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啊？他把钱用到了包括罗马尼亚啦、乌克兰啦，还有以色列，去影响他们的司法制度，而且他们现在也在致力改变呢美国，然后用在什么地方呢？包括非政府组织，还有 Internews 哈，全国媒体卡特尔哈，然后呢还有美国律师协会，我也是这个协会的一员，然后街头抗议，这些其实都有内在的连结啊，而且曾经有人出了这样一本书，那个人叫做诺姆艾森哈，叫做 Norm Eisen 哈，这个书叫什么呢？这个书叫做The Democracy Playbook 啊，那民主是怎么玩的哈？是这么玩的哈。然后呢，这个防止这个民主斗退路哈，然后滑一跤，民主滑一跤。所以到底就是在什么时候发表的这本书呢？这本书是在2019年的11月就发表了，所以其实已经很早就有人知道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有多深，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已经很早就有人知道了。但是呢，一直就是没有人去彻查。好，所以现在整天这个才叫做大秘宝啊！整天伊隆马斯克就挖一些大秘宝来跟大家分享，而且他的 Grok 呢，将来可以更快的分析，因为它有一些功能并没有试出来给我们用，但是它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它可以用在包括它现在的火箭啊，协助斗举，甚至将来的军工。其实我认为 AI 到最后发展，不只是我最近常常有人跟我讨论，哎，真的吗？AI 以后这个机器人是不是可以有家用的机器人？我说是啊，应该很快就会有了，但是我们不用急着需要买第一代，因为它的功能会越来越好，而且一个家用机器人呢，大概费用大概就是一台小汽车的价钱。那我相信现在50-60岁的人未来都可以用得到。我们不见得要直接去用人力哦，使用人力，然后它也各种语言都可以通啊哈。再加上因为 AI 的模拟，它会越来越会去排错，它会听懂你的口音，还有你的特殊的需求，甚至你只是一个动作，你的眼神，它就可以开始准备问你说：主人，你是不是要我做什么？这个都是可以期待的。可是这却不是伊隆马斯克跟川普他们在 AI 的进程以及机器人的进程上面，他们只想止于这一步而已。而这个绝对不是服侍的机器人，不是服侍你而已。这个机器人用在军工上面，事实上可以真的遏制战争。那遏制战争之后，大家不要愚蠢的把钱投入在战争上面，不需要军事竞赛啊，我们把钱可以用在更多更正确的地方，防止人们生病啊，治疗癌症啊，对不对？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病症，现在都有望渴望可以治疗了，对不对？巴金森氏症啊，好，那这些造成人的痛苦、病痛，然后长照的负担，可以因此而减低。每个人就可以追求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你未必会因此而更幸福，因为人喜欢攀比，攀比造成很大的痛苦，你未必会真的会更幸福。那所有事情一切都要向内找啊，因为我自己喜欢攀比，所以痛苦，那没有办法。你可能要求助于信仰，求助于心理医生，让自己的心灵过得更健康，然后经常去户外走动，多交朋友。可以让自己
过得更坦率，更接近大自然，不要被这些物质所绑束哦。我觉得这个才是伊隆马斯克真正最后的目标。他想要探索的是宇宙的真相。所以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在谈伊隆马斯克的时候，我说要读懂伊隆马斯克，必须要从他的国仇家恨开始理解他，然后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因为他的价值观，他不可能跟中共走在一起。可是他有没有必要去骂中共？看起来也没有必要，因为表面上有很多人在骂中共，可是可能把它当做一场生意来做，骂中共现在是一场好生意。可是他未必在关键的时刻可以起到任何的作用。可是伊隆马斯克跟川普可不一样，他甚至表面上可以夸奖中共几句，可实际上出手的时候却都是招招见骨。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伊隆马斯克，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川普。好，所以对啊，我想应该有很多人有这个 Grok 可以使用 Grok， 真的鼓励大家去，然后不要因为他是全世界的首富就觉得说你每一个月给他300块你舍不得，其实你获得的比他获得的更多竟然有一个人会为了要消灭这个觉醒病毒，消除 DEI 的影响，去建立一个干净的 AI， 那我们也应该要尽我们的力，我们也要写作，我们也要在繁体中文的这个领域尽我们的一己之力，让 AI 在繁体中文这个领域可以向前跨步，然后知识含金量更高。否则的话，使用中文的人会被世界甩到后面去，越甩越后面。就是因为中共在中文的环境里面造假，这个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使用繁体中文的人，应该要好好的为繁体中文这个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好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一边。好，那明天见咯。明天一样，因为每一天呢都是川普的天空所覆盖，我想我应该可以改行当预言家了每一天被川普的天空所覆盖呢能谈什么事情呢？旭大事嘛，只能谈川普所做的这些大事非常的关键，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明天见。